战争的最前线，今天赶快带观众朋友来关心的是这个双普会即将要登场了。现在大家就在看说，不是会不会美俄要密谋2度的再次瓜分乌克兰，拿下什么样子的利益呢？等一下我们来宾会做解答。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现在乌东地区已经正式的沦陷，尤其库比扬斯克已经正式的失守了，怎么回事？等一下一起的来关心。我们来赶快来看到是在普丁跟川普通话后不到48个小时的时间，现在外媒已经爆出了2个人已经谈好了，会在未来2周内双方再度的碰面，地点也已经选定了，就是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大家也在关心了，会不会上一次的这个双普会，川普拿下了乌克兰很重要的矿产资源。这一次2个人碰头，川普是不是又要拿下什么样的东西？双方又要交换什么样子的东西？那乌克兰会不会被卖掉呢？不管是乌克兰的矿产等等，或者是乌东地区等等，会不会都给了俄罗斯呢？到底会来交换什么？杨老师怎么看？现在在整个俄乌战争的情况，战场的情势其实非常清楚，俄罗斯占极大的优势。那乌克兰泽伦斯基这边就一直想要战斧飞弹，那川普也不断的就是说是放话说我要给你战斧飞弹，可是战斧飞弹一枚要140万，然后呢，你战斧飞弹的基地又很容易变成就是被攻击无人机攻击的这个标的，那你能够打多少枚，能够打到真正怎么样的这个就是军事设施？如果真的打到俄罗斯的能源设施，俄罗斯会不会这个怒的反击进入到北约，有没有这种可能性？结果果然，我发觉都是在演戏。因为现在他们2个通话，那川普也说不会给你战斧飞弹。现在另外一个讯息是得到什么？川普跟印度的莫迪通电话，那他对外公开的说，莫迪已经承诺不要再多买俄罗斯的石油。那可是，在印度的外交部却没有承认这个事情，也没有否认这个事情。不过以现在的国际的油的价格不断的在下降，我们看到布兰顿的这个原油大概61块美元，西德州大概是57块美元，所以油不断的下降，显现什么东西？在地缘政治上显现一个什么？战争的情势在缓和当中，油价才会下降。那目前油价下降是不是显示了从加沙到俄乌战争这个情势会缓和？那因此呢，就看到这2个人如果未来在匈牙利真的见面，会不会谈出一个新的框架？因为川普知道他真的在这个帮助乌克兰下去，那是个无底洞的。所以这个时候，普丁可能大概也就不是那么在意印度不再买他的油。如果战争有一个框架出来的时候呢，有一个定局出来的时候呢，也许这个战争的这个冲击或未来的经济的这个制裁都可以缓和下来。不过先不要那么乐观哈，我们先看他们这个戏要怎么演。可是呢，我觉得大的方向从不只是外交层面、战场层面，我们也看到油跟经济的层面都反映出这个方向。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双普会在即很快的2周后就会正式的来举行。在这一次，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战斧的飞弹，为什么在这一次会成为这个川普谈判的重要筹码？等一下也请张将军来带我们看。因为呢，现在看起来战斧飞弹它的重要性，包括它是美国最高精度的，而且是远程的射程的长巡弋飞弹，具备的是战略打击的一个重要价值。那这一次呢，其实呢，川普也坦言了，会以此作为他的谈判的筹码。他也趁机在这个时候有一点是语带威胁吗？他问了普丁说：“我送几千枚给乌克兰，你是否会介意呢？”当然了，这克里姆林宫是立刻的回击警告，他告诉美国说：“如果你敢援助乌克兰战斧的飞弹，那么会破坏和平进程，会导致这一次的局势持续的升温。”张将军怎么看？到底这个飞弹有多致命？川普为什么把它当做一个重要筹码？我认为这个要打这个战斧巡弋飞弹这个牌，我认为效果还是有限，有效果，但是还是有限。因为战斧，但是为什么很重视战斧？因为战斧它有3个特色：精准度很高 ，GPS 跟惯性导航双重定位，所以打哪个目标几乎就可以命中。它就是这个精度非常高。这个我们讲到的圆周弹道误差很小，就是可以命中目标的意思。第2个，它的射程也蛮长的。最老批号就800公里，那现在新的已经到第5代，打2000公里，2000公里那可以打到俄罗斯里面的很深，可以做一个纵深打击。第3个就是我们讲到的，它有
抗干扰能力。你要去干扰它还不好干扰，它抗干扰电站能力也蛮强的。换句话说，你要把它干扰掉，没那么简单，你可能就硬杀。想软杀战斧巡弋飞弹，困难度高，你只能硬杀。那硬杀它又掠地飞行啊，你怎么去硬杀？也蛮难解的。所以大家对战斧蛮重视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它现在到第5批号的话，一枚将近200万美金，就是6000万台币一枚。你看看这个打仗就是要钱嘛。那为什么说效果有限呢？因为这个我认为跟 F16给乌克兰有改变战局吗？没有。或者幻象2000也给乌克兰，乌克兰拿飞的幻象2000去这个出击任务，有改变战局吗？我认为给战斧也不会改变战局。这个会招致俄罗斯3件事情，第一个。更大的报复，你这样子，你用战斧是不是？它更大的锆石也过去了，还有这些无人机通通过去，这个我们这样的这个冰雹、火箭炮大量对这个乌克兰战场在使用，或者大量的自杀无人机过去，会做更大的报复。第二个，俄罗斯会占更多的土地来报复。你现在知道了，红军城要失守了，库比扬斯克也已经失守了。就是他占更多，为什么？这个就是战争的代价，他要获得这些领土，来填补俄罗斯所付出的军事风险跟军事的这种我们叫军事的耗损，他拿土地来做弥补，这是俄罗斯的一贯的看法嘛。那第三个，我认为到现在为止还看不出乌克兰有扭转战局，最后的结果，我认为是没有办法改变，到现在为止看不出来。唯一的一种状况就是西方国家政治出兵，但是不会出兵了。那这样的话就没办法改变战局。乌克兰还是面临苦战下风，到最后面还是要面对割地的这一方面的结果。这方面还没有，我认为还不会改变。好，我们现在刚刚看到是在政治外交上面，美俄之间的互相角力。不过我们来看到实际的战场，现在俄乌的战场的第一线又是如何？确实，现在乌克兰可以说是节节败退，尤其今天要来关心到的就是在乌东这边了。俄罗斯现在猛烈的攻击乌东地区，结果造成了库皮扬斯克40个村庄，乌军已经确定并且宣布了，大家赶快全面撤离吧，因为防线已经几乎崩溃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俄罗斯则是打得非常的剧烈哦，这个前线的伤亡虽然是已经站到最前线，但是它的伤亡竟然是不断的在下降。那来自于英国的情报做了一个分析，代表他们说呢，俄罗斯已经逐渐掌握在前线的一个打仗的节奏，不再打的是人海战术，而是包括了用远程炮火跟无人机都可以做精准打击，展开了这种非接触式的战争。接下来乌东会不会沦陷，已经成为定局了吗？厉将军怎么看？我们经常讲一句话，你在战场上面得不到的哦，那你也不要想要在谈判桌上面得到。那这次来讲的话，当然这个普京跟川普两个准备在匈牙利布达佩斯来谈判，那我们当然要看战场的一个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其实他们两个人哈是在今天早上的时候突然通了第8次通电话，而且讲了2个半钟头。你刚刚讲这个战斧巡弋飞弹，就是在今天早上他们2个通话过程之中。这个川普跟这个普京讲的这句话哈，那第二个来讲的话，他们2个在这个今天早上通完电话之后，大概明天还是后天，川普要见这个泽伦斯基啊，泽伦斯基要去白宫，他就是去那边就是要这个战斧巡弋飞弹，但是川普已经讲明，已经有讲这种话出来，就是我美国自己也需要，我不能将我的资源耗尽，那一枚是很贵的，所以看出来川普又开始踏过了，在战场上面他已经又开始退缩了。那库比扬斯克，这场战役确实是，其实在2022年的时候，这个俄乌开始开战的时候，俄军就曾经攻占过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在哪里呢？是顿巴斯的北边。这个地方攻下了以后，紧接着下一个目标就是红利曼跟伊久姆，然后再来就是哈尔科夫。哈尔科夫是乌克兰的第2大城市，就直接可以威胁到这个哈尔科夫第2大城哈。那后来那是因为这个扎卢日内就是这个乌克兰的总司令，当年来讲的话，他组织了一场反攻，在北约的支援之下，他组织了一场反攻，将这个地方俄军推回去。那俄军也很厉害，他这次战略来讲的话，这个我也蛮佩服。他有一个战略叫做什么？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主动后退了。
他就不打了，我直接后退，保留他的有生战力。这时候他又打回来，今年他又打回来，库皮扬这个，所以这个地方战场上面是战略要点。我们从这个双方来讲的话，这次的战争双方这个争夺反复的夺取就会看出来这个地方的一个重要性。那目前来讲乌克兰紧急下令撤离40个村庄。我这边要提醒大家，不是撤离40个村庄的老百姓是撤离这40个村庄里面的乌军因为老百姓你没什么好撤离的嘛。当然我就是撤离乌军。这次这个我觉得泽伦斯基也学乖了，他以前几次的战役，他不管是这个都是打到最后，他为了争取这个北约的军援，他都叫他部队死守在这里面，我们称之为绞肉机的战争，所以说造成他很大的伤亡，最后都是全军覆没然后没有保存他的战力。那这次来讲的话，他其实已经从北边、东边跟南边已经被俄军包围了，然后他这个时候赶快紧急撤离，那总共有5个旅的兵力赶快撤离，来保存他有生战力。那他可能会在后面195或者红利曼这一线组织第2线的防御阵力就军事来讲，这个动作是对的。那我们在讲说俄军为什么伤亡会减少，我觉得有很多原因第一个来讲的话，他可能经过这将近4年的战斗，他的这些老兵作战经验都非常的丰富他知道怎么样去这个隐蔽。当然，另外一个原因有可能是我认为是乌军来讲的话，他们士兵的素质在逐渐的这种就是落后，因为第一批原来最精壮的部队大概都已经打光了如果说是按照乌军现在他的伤亡数来讲的话，他大概已经是第3波的这种军人已经被拉到前线去。那士兵的素质一定是一代不如一代嘛，你没有经过很专业的训练，或没有经过这个很长时间的磨练来讲，你贸然叫他到战场上面，那他当然他的作战效能就会减低，当然对俄军的造成的伤亡就会降低。所以我觉得很大一个因素可能是乌军代表他们的战力已经逐步在下降。好，谢谢厉将军。尤其在乌东地区，现在乌克兰可以说是节节败退那现在，所以也在此刻呢，乌克兰开始指控了，他把这个错也一起怪给了中国大陆。他说，大陆你一直在帮助俄军做这个小型的雷达，用来防御我们来自于乌克兰的无人机。当然了，中方已经做了最新回应，他说这只是民用的安防设备，网络上俄罗斯随时都可以自己买得到也代表了说现在也是这个 AI 战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了吗？聂老师怎么看 ？OK， 我觉得这个事件是这样子那个你知道有人杀了人，但是呢，他不是他杀，就是有人在地上捡到一把刀，他就会说这个刀就是你的，就是你杀的人。那不管怎么说，大家都知道现在全世界都有所谓的 Made in China 在中国制。那你觉得这个市场经济下自由买卖，那你去买得你想要的东西，会不会有可能是 MIC？ 这是非常可能的。那你要知道这个当然，从获利的角度，这个大疆也好，或任何一个无人机制造的这个我们对岸的这无人机公司，它当然想要创造获利，要尽量卖，而且他们的生产速度、生产效率真的太快了，因此全世界都有卖出。所以我觉得你要欲加之罪，当何患无辞，或者你要用一些影射做一些文宣认知战，你当然可以说，你只要看到这个东西，就是说他们的主人有用。你看狗咬到人，他说是狗，它的主人叫这狗去咬你的，你知道吗？可是这主人很莫名其妙，这狗它自己跑的，我怎么知道？好，现在重点就是这无人机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对岸这养的非常多的狗，它到处跑到了各种商店，那它这个被谁买去了？它咬了谁？你怎么会知道呢？好，不管怎么说，你说这是对岸说去手死了这些无人机，然后一定要卖给这个俄国去打乌克兰嘛？我觉得这当然不属实啦。我只是讲说民用和军用是两回事。如果他真的卖了非常多军用，放了炸弹或者放了一些攻击武器，我觉得那这真的是可能有一些我们讲说真的是有一些战争的一些联合或者一些阴谋了哈。我只能讲民用，那我觉得就不要想太多，因为现在谈的都是民用，不在攻和防之下嘛哈。你可以看到在攻击的无人机，当然它可以做各种影像这个情收甚至资讯的传输等等的。当然这个使用的人不一定是就是做的人嘛。那比如
们所有人买了，他这边遥控，他就遥控啊、导引嘛，对不对？那防空当然你也一样，从民用区买了所谓的防御系统，因为那个中国在 AI 他们的整个这个科技和配套 AI 已经做到还不错的一个水准，那它的雷达的这种探知就已经到一种可以防御的这种这个还不错的一种程度，当然。这个在军事中就有人会去买这种民用的东西来做防御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是可以用在军事上也可以被用到，即便是民用的，也可以发挥它的作用。但是不能因为这样子，你说啊买了谁的东西，就我刚刚那个形容，你可以理解的，就是这狗咬了，你不能说是一定是那个老板这个主人叫狗去咬的。是，谢谢聂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共